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游戏是《闪电出击3》。该游戏由 Technosoft 于1990年发布。在标题画面同时输入开始键和 A 或 B 或 C 键，可以进入设置画面，可以调整飞行速度和游戏难度等设置。游戏开始可以在5个星球关卡中选择，只有在游戏开始时有选关权限。进入行星 Hydra， 关卡开始会显示本关 BOSS 的轮廓、名称和弱点。本关 BOSS 名叫 Gargle， 弱点是腹部 Stomach。飞机可以在8个方向上移动。A 键可以调节飞机速度。B 键可以射击，默认武器为双发射击 Twin Shot， 向前方同时并列发射子弹。C 键可以切换武器，前后射击 Backfire， 同时向前方和后方发射子弹。受到攻击，角色就会死掉。游戏一共有5条命，全部死掉，游戏就会结束。随后会出现倒计时，有7次续玩机会。消灭武器运输机会掉落道具壳袄。飞机周围出现2个旋转单元，能够抵消敌人子弹，可以辅助攻击，但威力不如主武器。字母 F 为 Fire， 会向上下发射沿地面移动的导弹。字母 L 为 Lancer， 是 Backfire 的升级版，向前方发射1发，向后方发射2发强化高速弹。死掉后，旋转飞机会消失，会失去当前持有的武器。在高难度模式下，死掉会失去所有武器，只留下初始装备。这里出现前地飞船，会连续发射3道激光。玩家控制的飞机名叫斯蒂克斯，隶属于银河联邦。他们与欧昂帝国展开了长达100年的战争。在漫长的征战中，银河联邦逐渐败下阵来。为了扭转败局，银河联邦决定主动出击，进攻欧昂地星。然而，欧昂地星周围分布有5颗行星，行星上部署的亚空间转移系统与无人防御系统相互配合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。银河联邦的第1次反攻全军覆没。面对这一困境，银河联邦倾尽全部科技力量，终于研发出高机动战斗机斯蒂克斯，它是银河联邦的最后希望。第1关的 Hydra 行星是一颗被原生林覆盖的绿意盎然的星球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外形类似行走的鸟类，会口吐火焰，连续3次发射4枚火球。弱点是腹部。进入行星 Gorgon， BOSS 名叫双火神炮 Twin Vulcan， 弱点是搜索雷达 Search Radar。 Gorgon 是一颗布满岩浆、异常灼热的星球，如果触碰场景中的障碍物会死掉。这架承载了银河联邦最后希望的飞机，其飞行员为杰恩·大卫，隶属于银河联邦军地110宇宙航空师团，年龄20岁，是游戏第1座主人公艾德拉·福恩的孙子。这里出现字母 S，Sever 是 Twin Shot 的升级版，会发射强力的激光攻击。字母 W 为 Wave， 字母 S 为 Shield。Wave 会发射大范围的超声波 ，Shield 为护盾，可抵御3次攻击。
飞机还配备了一名导航员，为雪莉少尉，年龄16岁 ，IQ 超过300的天才少女，12岁进入联邦士官学校，凭借3年的特殊训练成为杰恩的导航员，现隶属于银河联邦军第119宇宙防卫大队，是游戏第2代主人公的女儿。再次获得相同道具会变成分数奖励。这里出现奖命道具，字母 H 为 Hunter， 具有自动追踪效果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是2台机械装置，会向8个方向发射子弹。弱点是上方的伸缩雷达，使用追踪弹效果比较理想。第3个星球是 Siren，BOSS 名叫 Kingfish， 弱点是眼睛。这是一颗被水覆盖的美丽星球，如果触碰上升的气泡，会与其一同升高。在狭窄的通道中，气泡的威胁会变得更大，它会将飞机推向墙壁。触碰墙壁就会死掉。这个巨大的敌人会发射大量泡泡。在珊瑚中出现蛇形敌人，这里出现大型飞船，会发射大量小气泡，还会发射月牙形光束。收集字母 S 可以修复受损的护盾。这些水雷靠近就会爆炸，地面装置会发射激光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是巨大的鱼形飞船，会发射6个圆环和激光束。第4个星球为 Hades，BOSS 是巨型龙虾 G Lobster， 弱点是眼睛。这个星球以山地地形为主，地壳活动频繁，导致山体不断升降。地面炮塔会发射激光，岩石中钻出巨蛇。在地形变化时要提前移动。
这些气泡会排列组成墙壁，需要射击消灭。这些岩石会发生移动，岩石组成的手臂会不停旋转，这里的石块会掉落。这里被逼入绝境。前方没有路了，在绝望之时，画面开始后退。随后出现长着蜗牛眼睛的敌人，发射的月牙光束会折返攻击。游戏中的奖命道具数量比较充足，这里的走位要非常极限。接下来要快速进入狭小的空间，进入水流区域。在旋转岩石壁下有奖命，这里修复护盾，引诱石块跳起。有些武器无法摧毁气泡屏障。巨型龙虾从后方出现，会发射导弹和激光。发射追踪能量球，还会向前冲刺。第5个行星是 Alice，Boss 为移动要塞，弱点为控制单元。这是一个被冰雪完全覆盖的星球，地面的炮塔会升空，冰块里隐藏着蛇形敌人，会口吐冰晶。这个敌人会发射3颗导弹，出现伸缩冰锥，冰锥开始掉落。出现一个被气泡包围的巨型头部，
会发射旋转扩散圆球，随后会瞬移。这里画面会向上移动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由3个部件组合而成，中间部件会持续发射3支剑形光束，两侧的手臂部件则会释放小型敌机。一段时间后，敌人会部分损毁，开始释放尖刺飞弹。通过5颗星球后，将进入敌人的巨型飞船 Cerberus。BOSS 弱点暂无数据。巨大的炮筒会发射超大光束。接下来摧毁飞船周边的一系列部件。舱口会飞出小型飞机。3个炮筒会发射蓝色激光。这里的舱口会发射散射子弹。这些蓝色部件不会构成威胁，但是也可以摧毁。最后进入飞船内部。箭头的装置会不停释放移动炮塔，随后会发射一排急速激光。
第7关是欧昂帝国的基地，没有 BOSS 的数据。这里出现机甲兵。天花板的装置会将道路封锁。消灭机甲人后，载具会自行离开。这里出现巨型装置，发射的粘液会变成散射激光束，中间部位会喷出散射子弹。部分武器无法消灭网格，一定要切换武器，触碰网格就会死掉。场景中不时出现粘液激光，预示着前方还有一个相同的 BOSS。第2个小 BOSS 现身了。这里靠近画面前方飞行。进入 BOSS 战。一边射击敌人的护甲，一边躲避移动的方块。摧毁护甲后，中间的核心会发射激光。进入最终关，欧昂帝国的核心 ，BOSS 为 XOS。本关没有杂兵，只有2场 BOSS 战。第一个敌人的双臂由众多圆球组成，会发射子弹，核心区域会向前方发射螺旋状光束。进入最终 BOSS 战。敌人是超级计算机，会发射散射子弹和弹跳子弹，
造成足够伤害后，本体就会现身，会发射旋转球体光束，还有覆盖范围很大的镰刀状光束。通关后会计算总得分，普通难度是1倍奖励，困难难度是2倍奖励，狂热难度是5倍奖励。转瞬之间，欧昂地星彻底消失了。在失去掌控者后，欧昂再也无法抑制其内部积聚的庞大能量。长久以来扰乱银河联邦的欧昂帝国，其真身竟是太空时代初期制造的巨型生物计算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台计算机大脑以惊人的速度进化着，逐渐萌生了自我意识。它否定人类存在的价值，最终启动了灭绝全人类的程序。而这个念头恰恰源自人类自己。对此，人类理应进行深刻反思。无论如何，战争结束了，和平时代很快降临，或许只是短暂的安宁。人类啊，好好反省你们的所作所为吧。完成重要使命后，斯蒂克斯号被移交给等候在基地的同伴杰恩、雪莉。你们或许已经领悟到真正和平的含义了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